肉是结节催化剂，提醒不想结节恶化，尽量少吃4种食物。宋大妈今年58岁，体检时被查出甲状腺结节，虽说医生解释了多数结节是良性的，但她还是寝食难安。尤其是一次听到邻居李婶说，哎呀，结节还吃牛肉，牛肉可是催化剂，吃了会让结节变大。宋大妈一听，赶紧把家里的牛肉全都打包送人，甚至连最爱的萝卜炖牛肉都不敢吃了。有一天，宋大妈的儿子回家，看着餐桌上一堆清淡的没滋没味的菜，忍不住问，妈，家里怎么好久没吃肉了？宋大妈叹了口气，说，你李婶说牛肉和萝卜会让结节恶化，我不敢做了。儿子一听直摇头，问他，你真信这些传言？医生有让你忌口吗？结节到癌症距离有多远？在体检报告中，结节这个词常常让人感到紧张。其实，结节只是影像学检查中的一个普通描述，本质上是身体某部位出现的小肿物。这个影子虽然常见，却很少会真正和癌症挂钩。大多数结节都非常安分守己，不会对身体造成威胁。很多人会想，既然体内发现了结节，是不是离癌症就不远了？实际上，结节和癌症完全是两回事。医生表示，结节的检出率越来越高，这并不意味着它一定会发展成恶性肿瘤。肺结节、乳腺结节和甲状腺结节是体检中最常见的3种类型，其中绝大多数是良性的，比如肺结节，有研究显示只有2%到3.6%可能是恶性的，而乳腺结节中95%是良性的。甲状腺结节更普遍，5个人中就有1个人可能有，但80%以上只是甲状腺组织的增生，并不算真正的肿瘤。不少人会问，结节如果会癌变，需要多长时间？医生也坦言，目前没有一个具体的时间表能回答这个问题。对于那些确实存在癌变风险的结节，可能需要几年的时间才会发展成癌。而这类结节其实很容易在定期随访中被发现，并且能通过及时干预控制住。如今，随着医学影像技术的进步，越来越多的结节能在非常早期被检测到。可也因为体检普及，很多人对结节的恐惧被放大了，认为自己和癌症已经联系在了一起。事实上，结节的发现只是提示身体可能存在某些健康隐患，并不意味着一定会恶化或者危及生命。如果影像学检查中提示发现结节，医生通常会根据结节的大小、形态以及密度等因素来判断下一步该怎么处理。无论是哪一种情况，定期检查，遵从医生建议才是关键。2. 牛肉是结节催化剂。关于节节饮食的各种谣言层出不穷，尤其是牛肉莫名其妙的成了重灾区。有些人一听到结节，马上就开始忌口牛肉，甚至连与之相关的菜都不敢碰，生怕一口下去，结节就变大或者恶化。这种现象让很多医生哭笑不得，因为科学上根本找不到牛肉与结节恶化的直接关系。牛肉背锅并非偶然，原因之一是它经常被归为发物。在中医里，发物指的是可能让病情加重或复发的食物，但实际上，什么是发物，从来没有明确的科学定义。大家普遍认为牛羊肉、海鲜、辣椒等是发物，尤其是牛肉，因其高蛋白和热量而被贴上了不利于健康的标签。这种误解没有科学依据，却在民间流传的有模有样，逐渐演变成牛肉是结节催化剂的说法。蛋白质丰富是牛肉的优点，却因此成了它被误解的原因之一。蛋白质在代谢时会产生热效应，吃完牛肉感觉身体暖暖的，这完全是正常的生理反应。有人却觉得发热是不是会让体内的结节也变得活跃，从而导致癌变？这种想法经不起推敲，热效应只是短暂的代谢过程，和结节的生长并没有关系。实际上，牛肉是优质蛋白的重要来源，适量摄入对身体有很多好处，并不是敌人。有趣的是，不止牛肉，很多日常食物都曾被扣上结节杀手的帽子。萝卜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，有人说它含有硫苷，会转化成硫氰酸盐，抑制甲状腺功能，进而加重甲状腺结节问题。实际上，这种说法建立在极端条件下，比如每天吃1公斤以上的萝卜才可能达到影响甲状腺功能的程度。面对健康问题，大家总是希望通过管住嘴来达到控制病情的目的，但科学饮食讲究的是均衡，
而不是简单的把某些食物完全排除在外。以牛肉为例，完全不吃牛肉会让身体失去一部分优质蛋白和铁的来源，长期来看反而可能不利于健康。3. 真正需要警惕的4类食物。在日常饮食中，关于结节患者不能吃什么的讨论总是让人眼花缭乱，与其胡乱忌口，不如关注真正需要谨慎对待的食物类型。1. 高脂肪食物。高脂肪食物对结节患者来说并不是致命伤，但却是可能埋下隐患的助推器。这些食物含有过多的油脂和热量，吃多了容易让人长胖，还可能导致高脂血症和脂肪肝等代谢性疾病。比如，高脂饮食可能诱发慢性炎症，而炎症环境对某些良性结节的稳定性可能不太友好。2. 含激素较高的食物。含激素较高的食物也需要注意，尤其是对乳腺结节等可能对激素敏感的情况。激素类食物并不会直接引发结节恶化，但它们可能对体内的激素水平产生一定的影响，从而刺激某些类型的结节生长。对于正常人来说，这种影响可能非常微弱，但对某些敏感个体可能会引起不必要的波动。3. 糕点食物。糕点食物在普通饮食中是健康的选择，但对甲状腺结节患者来说，需要根据自身情况慎重摄入。过量摄入碘可能加重甲状腺功能的异常，尤其是已经存在结节并伴随功能紊乱的情况。值得一提的是，碘摄入的适量与个体需求和饮食习惯息息相关，因此最好听取专业医生的建议，而不是一味避开所有富含碘的食物。4. 酒精。酒精是另一个需要格外注意的问题。酒精不仅会直接影响肝脏功能，还可能引发身体多种慢性炎症反应。更重要的是，酒精本身被公认为多种癌症的高危因素。对于结节患者而言，酒精对身体的负担尤其不容忽视。健康管理不仅仅是忌口，更是对生活习惯的整体优化。饮食上不必过度讲究清淡无味，而是要注重科学合理的搭配。4. 饮食之外的健康管理。很多人一发现自己有结节，就把注意力全放在吃什么上，担心的无所适从，生怕一口没吃对就让身体出问题。但实际上，健康管理远远不止饮食那么简单。结节的稳定和预防恶化，更多时候依赖的是全面的生活方式调整，而不仅仅是餐桌上的选择。定期体检是管理结节最重要的环节之一。结节本身并不可怕，但如果没有规律检查，就可能错过最佳的干预时间。比如，肺结节小于 0.5 厘米，通常只需每年复查一次，但如果结节较大或形态复杂，可能需要更频繁的随访。乳腺结节在复查时，还需要结合形态变化来判断是否需要进一步检查。运动习惯对结节的影响不可小觑，适量的有氧运动可以促进新陈代谢，增强免疫力，让身体保持在一个良好的平衡状态。运动并不需要强度过高，跑步、快走、游泳等都可以根据自己的体力和兴趣选择，坚持下去才能真正受益。很多人在得知自己有结节后，会陷入焦虑，甚至过度解读每一个体检数据的变化。其实学会调整心态，接受结节的存在，理性看待它带来的健康提示，不把它和癌症划等号，才能更轻松地面对日常生活。生活环境也需要一定的关注，肺结节的形成与吸烟、空气污染密切相关，所以如果有吸烟习惯，尽早戒烟是减少肺结节恶化风险的有效方式。结节的存在并不代表健康已经失控，但它确实是身体给出的一个信号，提示我们需要更加关注健康管理。与其过分担心能不能吃牛肉，不如从整体上优化生活方式，用全方位的健康管理给身体更多保障。结语：关于牛肉是结节催化剂的说法，本质上是基于对结节和饮食关系的误解。事实上，牛肉并不会直接影响结节的发展，更谈不上是催化剂。类似的饮食谣言，往往是因为人们对疾病的恐惧而产生，这种过度担忧可能导致不必要的忌口，甚至影响营养均衡，反而得不偿失。结节的检出率随着医疗技术的进步逐渐提高，体检中发现结节并不意味着身体陷入危险。盲目忌口或陷入谣言误区只会加重心理负担，不利于身体的恢复与健康管理。高脂肪、高碘、激素含量高以及酒精类食物的确需要适量控制，
但并不意味着完全禁止，关键在于饮食多样化和营养均衡。节节的健康管理离不开全面的生活方式调整，定期体检、适量运动、规律作息以及保持积极心态，都能帮助结节患者在日常生活中更好地掌控自己的健康状态。